了情毒？难道如果他前世也是中了情毒的话，那隔壁林老太是怎么给他解毒的？上一世，我的邻居林老太从外面救下了受伤的萧策，几个月后官兵找来，他竟是微服私访的太子。为了报恩，太子赏了他金银豪宅，安享晚年。后来我不慎摔进沟里，仓皇结束没钱又没男人的一生。好在老天开眼，我竟然重生回到了萧策受伤的这一天。林大娘，您年纪大了，扛不动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我正好没有儿子，不如扶入我家照顾，让他给我养老送终。我一个老太婆的，没什么好忌讳的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也没有夫君，我救他，他娶我，一举两得。你一个没出阁的姑娘，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？上辈子我就是太知羞了，连美男的手都没碰过。哎，看，是他自己选的我。嘿，分明是你自己抢过去的。别，救都救了，难道救一半扔回去啊？他长得帅，身材也好，我也不亏。说是一次就中，刚好我想要个孩子傍身，倒也不用走林老太的老路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小女子是朱裁这里的采茶女，公子受了伤，小女子便带公子回家照顾，可哪曾想竟然……在下是南梁来的商贩，萧子竹，是在下失礼了，辜负了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如果姑娘实在无法解气，就将这匕首插进在下的胸膛，我绝不还手。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，公子亦不是负心薄幸之人，不如公子便与我成亲，可好？我答应了，只要借得了这颗好种子，有了孩子傍身养老，我才不管你是谁要去哪儿呢。你不同意？身为女子，这世道本就艰辛，既然是我犯下的错，就何该我承担责任？两姓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。不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赤，仅以白头之约，书向鸿渐，沈西月、萧子竹永结同心。连名字都是假的，如何同心？他对顾竟然毫无防备，还甘愿现身救我，虽只是露水夫妻，事后姑也必当予以重谢。李成，沈西月姑娘真是好福气，白捡了一个俏郎君。成亲有什么了不起？生不出孩子，男人照样得跑。林大娘，你放心，我夫君他身体好得很，至于孩子嘛，事后会有的。哼，送入洞房。这是你的文书。好。这是哪家流落的谪仙？爹爹为我相看的那些歪瓜裂枣，竟比不上他好粉。小姐，他好像已经成婚了，娶的是布衣巷的沈娘子。听说他对他娘子极好，从来不让他做工呢。那又如何？妻子是妻子，宝贝是宝贝，像那种出身贱籍的女子，怎比得上本小姐天姿国色？小姐说的是。就算有妻子又如何？本小姐自有办法将她拿下。起开！都给我起开！起开！我家主子有请，不知公子可愿去画一个柔州城的镇城之宝？在下并不擅长丹青。我家主子让你作画是你的荣幸，你竟然还敢推三阻四！只要你肯上门作画，就给你1-2斤的赏钱。像你这样的穷酸书生，手指头就算磨烂了，
也写不出来这1两斤了。我现在无心务在身，不能贸然暴露身份。罢了，不过一幅画。府中请我来画城中至宝，宝贝何在？这柔州城的镇城之宝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在下乃是有家室之人，这单生意，恕乃从命。小哥哥，小哥哥，今夜良辰，你就从了我，好不好？张小姐，请自重。这迷情香立竿见影，一会儿你这贞洁烈男，一会儿怎么求着本小姐生命主唱说法？天哪，想要怀孕，居然需要这样，简直不堪入目。不好了，沈姑娘，你家郎君出事了。那个张地主家的张金娇又在强抢民男了。什么？好不容易骗来的男人，居然敢撬我墙角，简直活腻了！小哥哥，哎呦！大胆淫妇！我虽不打女人，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好喜欢，小哥哥！把我夫君给我交出来！是迷情香。你被羞辱了！天哪，我在说什么？这岂不是把堂堂太子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？不过没关系的，我相信男子的贞操不在不义之下，你也是受害者，而且我相信凭你的秉性，肯定是宁死不从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本小姐闺房撒野？我此生只有月儿一个妻子，张小姐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柔州城还没有我得不到的男人。我不管你有没有老婆，我就要嫁给你。我爹得给我做主，这婚事不成也得成。区区乡野地头蛇，也敢乱点鸳鸯，想攀附于我？呸！什么卑贱小民！我家小姐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居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叫你色胆包天，我叫你抢我夫君，也不看看到底是谁的男人，闭着眼睛就往自己床上拉。月儿，你怎么了？夫君，我头好晕，浑身火烧火燎的，我好像中了迷情香。月儿，月儿，可恶，明明是我中了香，怎么他的心跳这么快？鸳鸯交颈式，龙翻虎步式。想不到他竟这般黏我，我不在家时，他便如此耐不住。夫君，别走。月儿，若能跟你这样平平淡淡的相守，当真胜过金屋绮罗。你怎么了，月儿？天哪，
想入珠走盘，我居然真的有喜了。没什么的，许是这几日神思倦怠，肠胃有点不适，不要紧的。你是不是怕那些人再来找咱们麻烦？你放心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眼神，深情的都要掐出水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本来就是为了借种骗他，他却好像真的动了心思。月儿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坦白，其实我……外面是什么声音？难道我日思夜盼的荣华富贵终于要来了吗？属下来迟，请殿下恕罪，恭迎太子殿下回宫。太子，太子殿下，你是太子啊？其实我的真实身份乃东宫太子萧策，当初是被南梁敌军追杀于此，如今才恢复身份。人在哪儿？带人！放开我！萧哥哥，萧哥哥，是你让人找的我啊！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的，是不是想偷了？想到我的赘婿？爹爹早就准备好坠礼了。小姐，这可是太子殿下，我们还是认罪吧。当初你强抢太子殿下的事，太子，你们张家真是好家教，当初的威风，如今安在？若姑不处置，岂不是有你们这种地头蛇？作威作福，拖下去！张家收刮民脂民膏，男丁按律抄斩。至于这个女人，沦为女奴，发配宁古塔。月儿，你对姑有救命之恩，此番姑能顺利恢复身份，你功不可没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，姑定当满足。我自幼孤苦伶仃，是吴一巷的乡亲们把我一手带大的。我不求自身富贵，只希望可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。来人，赐吴一巷重林，每户黄金100两，另免3年赋税。谢太子殿下。不愧是太子，太霸气了。这下李婆婆能给她女儿治病了，王大叔能翻新房子了，我也不算抢了林大娘的养老银子了。月儿与姑情分特殊，姑已决定即日引你回京，入东宫为侧妃。以你的身份，本是难以入东宫，可姑喜欢你，愿意迎你为侧妃。居然想让我给她当小老婆，还我对她还有那么一丝丝愧疚。我只是为了借主，才不想和其他女人共侍一夫。更何况我无权无势，要是斗争起来，肯定会被其他妃子给整死。我只做妻，不做妾。月儿，做姑的侧妃，你未来会是妃，还是贵妃？难不成你还会让我进正宫，为了让我当皇后？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从来没有辜负你的想法，你是姑的第一个。对不起了，太子殿下，我是一介俗人，宁做穷人妻，不做富人妾。如若做不到，我们就一拍两散，各生欢喜。一拍两散？殿下从一开始就存心骗我，什么南梁商人萧子竹，连婚书都是假的。好在我一开始就从你的衣着判断出你的身份非富即贵。你早就怀疑姑的身份，还请太子殿下也给我赏赐，我们从此银货两讫。殿下，他连银货两讫的讫都写错了，果然庸俗。从一开始，你都只因姑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才故意讨好。是，当时就算不是你，只要身份尊贵，我也同样会去。民女自知骗了太子殿下，从今往后，太子立储，民女此生永不踏入。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知有所想？心别忘，你幸福很好，来人，此身是一样的赏赐。
回宫。一幕幕就回望，一夜夜非思量，世无常，从今年。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手，还好老娘我留了一招，先跑路为敬。离开微巷之后呢，我在这座江南小镇开了茶楼，生下了儿子，还给他取了个很随便的名字，叫沈随，过上了有钱有闲还有儿子的生活。娘亲，随儿，今日先生又夸我了，我可以出去玩吗？随儿，昨日的课业背得怎么样了？那些诗文我早就过目不忘了，只是有些私塾里的同窗总骂我是没有爹的野孩子。傻孩子，你可是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怎么会是野孩子呢？只不过爹是野爹而已。沈姑娘，随儿天资聪颖，同龄之中无可比肩者，我很是重视她。枪先生，感谢你这些年悉心照顾我们的随儿。随儿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，沈姑娘，只是随儿渐渐长大，你就从未想过再给她找个爹爹？不容易屈服留子，我怎么可能再给自己找麻烦？其实我一直有此意，若沈姑娘愿意跟我一起，我一定好好待你，也会视随儿如亲子。此玉簪是我传家之宝，家母曾对我说过，要我将此玉簪交给我江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月儿与姑情分特殊，姑已决定即日引你回京，入东宫为侧妃。可就算我同意，随儿她也不会同意的。她爹爹失踪这些年，她一直都在等她爹爹回来。娘，你不说爹爹早掉沟里摔死了吗？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，容我考虑考虑。不好了，娘子，小少爷他不见了。什么？今日小少爷没有去学堂，奴婢寻遍了都没有寻到小少爷。方才奴婢在书桌上发现了这个。娘亲，书上说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，不去京城见世面了，勿念。京城在北边，长安在大西边呀，我的儿，这脾气和他那便宜爹一样，犟种。怎么办啊，娘子？咱们小少爷要是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？我要去京城找随儿。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属下该死，这些年一直在找沈姑娘下落，却丝毫没有线索。废物！恕属下直言，这天下之大，您这样找无异于大海捞针。皇后娘娘那边也一直在催您成婚。姑看你是想做姑的主了。属下不敢。他对姑骗身骗心，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没想到永不再来的京城还是来了。哎，听说了没？这当今的皇后娘娘可在给太子选妃，这大家名门闺秀可都准备上了。哎，选了妃有什么用啊？都说咱们这位储君一身怪病，一碰到女人就会口吐白沫，浑身起疹子。天哪！哎，这碰不得女人，那咱这太子殿下岂不是要绝嗣了？怎么几年过去就得了这种毛病？求大哥通融一下吧，小女子孤身从南州过来寻子，让我见一见府尹大人吧。我们府尹大人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说见就能见？守卫大哥，求你通传一下吧，要不然小女子腰间的盘缠都要被你拿光了。何人在此喧哗？放开我！任你们是什么高官权贵，难道天子脚下就可以随意扣押良民了吗？殿下，您要属下找的人找到吧？
抬起头来。沈西月，太子殿下，好久不见！老天爷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偏偏碰上随儿那个捡来的便宜爹呀？好久不见，可姑却觉得，仿佛日日都在与你相见。这6年来，你就像一道枷锁一样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，曾经有多么的愚蠢。言女只是进城，没有干什么违法之事。难道你身为太子就可以随意扣押我吗？于公，你的确无罪。于私，孤光风霁月半生，唯有在你这里被狠狠欺骗。你觉得我凭什么会放过你？听说你是来寻子的，怎么跟野男人连野种都生了？离开姑倒是逍遥快活的很。不能被萧策知道随儿是他儿子，他现在都绝嗣了，万一要跟我抢随儿怎么办？是啊，我早就已经成婚了，连儿子都可以打酱油了。那岂不是前脚殿下刚走，后脚沈姑娘就重新嫁人了？沈西月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殿下，殿下，求你看在民女救过你的份上，帮忙寻回孩子吧！你是在要挟姑？殿下，只要能够寻回孩子，我愿意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为了和别的男人的野种，竟不惜自贬，一妻二夫。沈西月，你真令姑刮目相看。民女只说当牛做马，没说以身相许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软禁起来！娘子，说来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进京城便与您失散了，适才我找您的时候，有官兵将我带了进来。对了，小少爷找到了吗？这么多年，您一直不肯提及小少爷的生父。刚刚的官兵说他们是东宫的人，难道小少爷的生父是太子殿下？我在这里无权无势，没有人脉，想要找到随儿，只能借这个有权有势的爹了。那您不准备告诉太子殿下小少爷的身世吗？我骗了他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如让他知道了，定会夺回随儿抚养，绝对不行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大女子能屈能伸，先借他的权，找到随儿再说。谢谢你，小兄弟，这么年纪轻轻就精通算术，帮了我的大忙。这个烧饼给你吃，趁热。不必言谢，我真的不想吃你家烧饼。趁热。那是什么？听说当年啊，一位鼎鼎尊贵的皇族贵人南下时，一时不察，竟被一个看似温柔贤惠的女人给骗了，不仅卷走了大笔银两，据说还带走了贵人一件极其珍重的宝物。此等行径，简直胆大包天，欺君罔上，当真是胆大妄为。所以这通缉令啊，一直抓不到人，誓不罢休。对，那是你抓的。哇，娘亲有危险！娘亲放心，我一切无恙。你是不是遇到危险了？别怕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太好了，那信哥确实是随儿亲手养的，看来他是安全的。不过我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跟他会合。殿下，派人去找那小孩了吗？回禀殿下，已经封锁各个城门，派人去寻找了。太子殿下，他最近情况如何？娘子她近日茶饭不思，泣涕连连，一心只想找孩子。茶饭不思？可姑怎么听说每顿端上来的膳食都被一扫而光了？那都是奴婢吃的。退下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您就看在之前我救你的份上，帮我找回孩子吧。孩子的父亲呢？你只身前往京城寻找孩子，
他却躲在哪里当缩头乌龟。这就是你当初不惜抛下姑也要嫁的良人。缩头乌龟？你倒是对自己的定位很有清晰的认知吗？孩子父亲在外赚钱，我一人只身来寻找了。父亲，以后我们分工明确，你就在外赚钱养家，我就在家吃香喝辣，如何？太子殿下，您现在已经关押了我2日了，您要么就放我回去，我自己寻找；要么……姑不想放你，除非你求姑，并且还要让姑看到你的诚意。你知道姑想要什么，给吗？不是说厌女吗？装什么装？还不是中看不中用？给啊！太子殿下想要，怎么不给？给啊！太子殿下想要，怎么不给？我这些年在市井卖茶可不是白混的，这黑市里的大梦千年是一种奇药，足以让你睡上几个时辰。只可惜啊，以后这腹肌怕是摸不到喽。沈西月，你又骗姑！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沈姑娘跑了。殿下，您这是？还不快给姑松绑！是。随儿，娘亲，随儿，臭小子，你都不说一声就来京城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对不起，娘亲，我来找爹爹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随儿，你要是真找到了，可就不是惊喜，是惊吓了。可是娘亲总是在梦里喊爹爹的名字，还说什么腹肌啊，真是酒醉误事。娘亲呀，那不是想你爹爹，那只不过是……哎，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。总之，你爹爹早就已经死了，你现在是娘亲唯一的亲人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出事，知不知道？对了，娘亲，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抓你啊？那是因为娘亲早年在卖茶叶的时候欠了别人不少银子，那是债主，千万不能被他们找到。安全起见，分头出城，我们回家。债主来了，在哪里？娘亲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雪儿，快走！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沈西月，那就是你和野男人生的孩子？哪有？你看错了。这个美人叔叔竟长得与我这般相像，难道他就是我爹爹？你不必对姑投怀送抱，姑绝对不会。榆木疙瘩一样，那胸肌比我父亲差远了。姑再与你说一遍，姑的胸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太子殿下，软轿已经备下了。萧草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姑要带你回东宫，除了你，姑无法接触任何女人。姑要你对姑负责。小姐，那不是太子殿下吗？太子哥哥，他怎么还抱着个女人？是啊，小姐，太子殿下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你马上就要嫁入东宫做太子妃了，半道上冒出这么个女人来，小姐，您看她眉眼与您有些相似，莫不是太子殿下钟情于您，所以找了个替身吧？哼，管他什么阿猫阿狗，来日我嫁进东宫，
定叫他生不如死。阿弥陀佛，希望佛祖保佑，让侧儿能够早有子嗣，为皇室开枝散叶。娘娘，您不是已经为太子殿下准备选秀了吗？侧儿这些年不近女色，连个暖床婢女都没有，几个皇子又虎视眈眈，四处宣扬他难言皇室血脉。你说他会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啊？娘娘，您放宽心。侧儿微服私访回来了吗？回禀娘娘，殿下已经在回宫的路上了。翠翠，你去找太医开一些益肾补阳的方子来，炖一份人参公鸡汤。等侧儿回来，喊他过来一趟。是。放我下来，我自己会走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太子殿下带回来一个女子，还是抱着回来的。是啊，太子殿下已经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小侧，你疯了？你就不怕你后宫的妃子们争风吃醋吗？孤的东宫无妃无嫔，若非要有，好像确实缺一位女主人。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请您进宫一趟。多派人把他给我看好，若是他跑了，提着脑袋来见姑。是。揽月阁，晦气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华儿免礼。来，你微服私访半月，一切可还顺利？顺利。风尘仆仆就召你入宫，本宫是想问你，东宫选秀之事准备如何了？回母后的话，儿臣无意选秀，并未准备。胡闹！皇室血脉岂容儿戏？难道你想一辈子这样孑然一身？那皇室如何后继有人？况且你与苏家嫡女尚有婚约。母后，这不过是你当年和苏夫人的戏言，岂能当真？我是不会娶她的。罢了，东宫选秀之事，本宫已经替你安排妥当。侧儿，你来尝尝这鸡汤。这鸡汤啊，是母后用千年人参文火慢炖了3个时辰做的。母后，以后这种事情，你就让下人去做，您多休息。殿下操劳体虚，再多喝一碗吧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有些热。殿下，让奴婢伺候您吧。皇后娘娘让奴婢送您回去。今日殿下累了，皇后娘娘在偏殿安排好，让您去休息。滚！殿下最厌恶女人近身，你是不想要命的？你说什么？太子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把你推走了，真是无用。是奴婢没有，皇后娘娘饶命。下去吧。连喝了这么多碗益气补肾的大补药，都无动于衷。侧儿这厌女之症，恐怕是真有其事。娘娘，您不是还选了苏小姐吗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连女人都不怕，天生运体又如何？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此次选秀，本宫硬要让侧儿娶她为妃。沈姑娘，您不能出去。该死的萧策，耽误我也随儿会合。殿下，皇后娘娘这招也太阴了，就为了让您纳房中人，殊不知您是郎中断言的纯阳体质，多少人想利用情毒暗害您，所以您才放出了不近女色的消息。您真的不用暑假给您找个女人来？闭嘴！是。
替姑准备好凉水，姑要沐浴。是。他竟然宁愿自己强撑着也没有勉强我，或许他也不是那么可恶。你真的听清楚了吗？奴婢听得清清楚楚，东宫要举办选秀了，而且皇后娘娘她还钦定了人选。太子殿下留您在这儿，该不会是为了拿您当挡箭牌吧？想拿我挡桃花，他做梦！又想逃？你都要选妃了，你把我拘在这里，这算什么？当初因为你，姑得了怪病，没有治好，你就又想逃？你是太子，生病就找太医，我又不会治病。要不然我把当初的100两金还给你，咱们就两清了，好不好？姑赏出去的东西，从不收回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姑要选妃。选妃？有那么多名门贵女供你选择，这有什么好愁的？姑的怪病尚未医好，若真要传出去了，颜面何在？依姑看，你就很合适。太子殿下，我早就已经成婚了，有夫有子。那又如何？有夫便丧夫，有子，姑可以把他养在身边。还为了把我绑在身边羞辱我，竟然能不知廉耻至此！我可不敢让太子喜当爹。姑已经决定了，要让你做姑的秀女。既然你爱慕虚荣，不愿屈居人下，姑偏要让你色死姑。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你我是拜过天地，写过合婚庚帖的夫妻，有何不可？沈西月，你主动撩拨完了姑，就又不想认账了。只有3个月，而且你别忘了，庚帖上你用的是假名字，所以我们只能算是露水之情，说不出口的。太子殿下，虽然我当初的动机不纯，但是你也骗了我，所以我们早就已经两清了。未来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，不好吗？不好，月儿，从过去到现在，你对姑就真的没有动过一点真心？太子殿下，这个问题6年之前我就已经回答过了，从未。他甚至不愿说谎话来骗姑。既然如此，那姑就更无需同情你了。有你在身边，慢慢折磨你，才能解姑的心头之恨。我已经陈亲母后，过2日东宫选秀让你参加，你好好准备准备。这秀女名册上新添的名字，就是侧儿口中对她有救命之恩的农家女吗？是。既如此，给她一个秀女的席位，也合情合理。要是侧儿喜欢，将来做个通房伺候，也无不可。姑母，梅儿，梅儿来了。我们梅儿聪慧懂事，又是侧儿名义上的表妹，本宫早就属于你为太子妃。谢姑母赏识，但一切还是想要看太子哥哥的想法。今日这园中啊，百花盛开，选秀会尚未开始，梅儿可自行赏花。是。这选秀让我来，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他这个人就算没有我，有的是女人对他投怀送抱。之前还是我把他想得太好。娘亲，江先生来了，已到城南与我会合。看来有江先生看着，随儿肯定已经安全了。小姐，你看，那个就是太子殿下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农女，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
竟也和您平起平坐，成了秀女。她竟然敢在东宫飞鸽传书，天助我也！我便让她进不了东宫的门。大胆贱婢，竟然敢私传消息！你就是太子殿下带回来的那个粗鄙农女。你是什么人？上来就说别人粗鄙，殊不知那些肮脏的人，看什么人都和你自己一样。喂，我们小姐可是威远将军嫡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无权无势的低贱农女罢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！你刚刚明明就是在传递消息，肯定是别人派来安插在东宫的细作。我要禀告皇后娘娘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堂堂大家闺秀，不可以张口就传谣哦。你果然是穷乡僻壤来的，简直厚颜无耻！苏姐姐别生气，这女人冲撞了你，要让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知道了，一定不会让她好果子吃。是呀，苏姐姐可是太子殿下的表妹，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这太子妃之位非你莫属。太子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一介乡野村夫，怕是给太子殿下提鞋都不配吧？都在闹什么呢？姑母，臣女刚刚看到此女偷偷用飞鸽传递消息，还出言不逊。她如此居心叵测接近太子哥哥，想来必是什么人派来探听消息的细作。一介乡野村妇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翠翠，给本宫打烂她的嘴！对不起，我的确出身乡野，手劲有些大，不要见怪。太子殿下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哥哥，这女人就是那个被内定的太子妃，她这是想来替未婚妻撑腰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侧儿，毕竟是你宫里的事情，你自己决断吧。是你的未婚妻先招惹我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干。未婚妻？姑没有未婚妻。休想拿我当套话！今天必须放我走。太子哥哥，这个乡野村妇竟然敢打我！打你？可姑怎么听到的是你要教训别人？明明是因为他私传消息，肯定是旁人派来安插在东宫的细作，派来蛊惑您的。太子哥哥，您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了呀！证据何在？证据都被这个小贱人给吃了。我们小姐没有撒谎，她根本就是一个张狂粗浅的乡野丫头。放肆！你当真以为姑是傻子吗？乱嚼舌根，以下犯上。来人，拉下去，打60大板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好了，今日是侧儿选妃的日子，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？开始选秀吧。陇西节度使嫡次女周静书，年16；光禄寺少卿之妹穆玉婷，年17；威远大将军嫡女苏荣梅，年19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、皇后娘娘。皇家选秀关乎国本，德行和才艺皆需六宫表率，望诸位谨记今日之责，不负天家期许。是。请抚琴作幽兰曲一曲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苏姐姐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她的对手？是啊，苏姐姐才貌双全，如同空谷幽兰，哪像那种瞎子不识的村姑，怕是连琴弦都没摸过吧？
怎堪配太子？苏氏容美，才德兼备，留用。谢皇后娘娘。请7步之内做一首诗。7步成诗，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？姐姐出生于市井，平日里浅薄惯了，要她作诗，怕是有些为难。待会要是做不出来，大家可千万不要笑话她呀。你怎么就确定我做不出来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母。无论出身市井还是高门贵府，都是皇上的子女。难不成苏小姐自诩高人一等，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？你果然伶牙俐齿，这样心思不正的女人，怎么能入侧儿的后宫？待会儿要是做不出来，我看你怎么闲着。沈姑娘，您需要在7步之内作诗，1步1诗1抚琴。别人都是弹个琴，到我这儿就是能诗会曲了。明摆着串通一气给我难看。还好我见多识广，跟教坊司的朋友学过一点音律。金枝玉叶已雕梁，弦上春风费思量。瓦上霜华空自结，灶前烟火一生香。莫嫌金钗染尘色，敢笑幽兰树俗长。7步成诗笑荒唐，须知人间烟火醉琳琅。好，依我看，沈姑娘才是金钗不群，难掩国色呀。是啊，倒是这苏府的大小姐，只知道一味的嘲讽他人，半点教养也没有啊！你们也太过分了！沈氏西月留用。侧儿，现在初选，母后已经替你筛选完了，剩下的这些皆是秀女当中的翘楚，你自己亲自定人选吧。太子哥哥只是嘴上不说，心里果然我才是最重要的。姑刚才翻到牌子这些都不留。哼！姑唯一认定的太子妃只有沈西月一人。选定沈西月为太子妃，赐白玉如意一把。荒唐！堂堂一国储君，难道你真要娶这个无才无德的农妇为太子妃？岂不让人笑话？母后慎言，姑认定的人，他当不当的，从来都不是旁人说了算。本宫绝不会同意这门婚事。皇后娘娘说的极是，太子殿下，梅儿不怕无名无分的跟着你，只怕你把心怀不轨的人留在身边，还请太子哥哥三思啊！太子哥哥，梅儿愿意一生一世侍奉你，哪怕是做妾，还请您千万不要被这个妖女所蛊惑了。我不愿意。萧策，你闹够了没？我说过，我不嫁你，我不仅不做你的妾，也不做你的妻。沈西月，皇后娘娘，民女已经有了儿子，这一副不洁之躯，怎堪配东宫？还请皇后娘娘还民女自由。什么？已经有儿子了？这样的残花败柳，怎么能伺候太子呢？你是说，你早就已经成婚了？回禀娘娘，民女已经有夫有子，此次前来京城是为了寻子。大胆妖妇，你既已有夫君和儿子，竟然还敢用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勾引太子殿下！我只求太子殿下替我寻子，
绝无逾矩之心。侧儿，你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有夫之妇才不肯娶梅儿的吗？本宫赐你500两银子，再派禁军替你寻子，许诺帮你找回儿子。只要你离开太子身边，你可愿？母后，如此求之不得，谢皇后娘娘。既如此，那这把玉如意应当重新交给萧策，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孤已经敲定好太子妃人选，便不会改变。如若不得所愿，宁可终身不娶妃。策儿，你糊涂啊！太子殿下，退下！萧策，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不过是被你逼疯的。萧策，你弄疼我了。说你很喜欢钱财，孤可以把全天下的珍宝都捧到你面前。当初是为了100两黄金抛弃了孤，而今为什么为了500两银子就要抛下孤？难道在你心里，难道还贬值了吗？原来他是为了较真这个。沈西月，你是不是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丈夫，故意气我？我没有，你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这个有妇之妇？你觉得孤只是想报复你？那时候孤刚刚被立为太子，势单力薄，只想迎你为侧妃回宫，想着日后有朝一日能立你为太子妃，并非有另娶他人的想法，却不曾想，差点懊悔终身。孤喜欢你，离不开你，你可知道？萧策居然喜欢上我，不知道。要说知道，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即使是这样，你也一定要离开孤，就想抛下孤吗？来人，加大人手，全城搜寻孩子。孤拴不住你的心，可是孤可以用孩子留住你。萧策，你卑鄙！江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娘亲啊？不然我们潜伏进去救娘亲吧。不可，虽然我答应过你娘亲，一定要护您安全。虽然，你娘亲和东宫可有什么关系？虽然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先带你出城。本以为这次选秀10拿9稳，又有皇后娘娘举荐，谁想到半路杀出了个什么农女。娘为了我这次选秀，筹谋了多年，还甚至针对太子的政后，为我编出了一个天生孕体的体质，竟然功亏一篑。娘当初下毒害死主母，又活埋了个贱人的女儿，这才换来了不为正妻，还有我的嫡女名分。娘总说女人争宠是要下狠心的，娘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屈居一个贱籍女之下。佛祖保佑，我儿萧策乃当朝储君，却子嗣艰难，求佛祖保佑赐我一个孙儿，莫让江山后继无人。敢问大师，此签何解？施主，您的心愿已经达成，无需祈求。大师的意思是，本宫早已有了孙儿。有蛇！娘娘，这好像是有毒的。不好，那位夫人有危险，娘亲说过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这位夫人，莫慌，毒蛇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多谢小公子古道热肠，你年纪这般小，怎么弹弓如此精准？我自小就跟娘亲行走江湖，当然不在话下。那你娘亲是谁啊？糟了，娘亲说过
不能跟外人提起他的身份。这孩子怎么跟侧儿小时候那么像？难不成他就是大师口中我的孙儿？仙儿，我们走吧。母后，儿臣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皇儿别担心，本宫没事，刚遇到一条蛇，多亏了这孩子救了本宫。这孩子怎么跟你小时候那么像？该不会是你的孩子吧？母后，你又在说笑了。美人叔叔，你看，真的很像啊。你见过我？在大街上远远见过你一次。为何姑看到这孩子，便觉得十分亲近？劳烦贵人放心，我和小儿就先走了，我们还要赶路，不便逗留。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万一他就是本宫遗失在外的小皇孙呢？母后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儿臣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孩子？就算有，他如此讨厌我，又怎么可能会生下我的孩子？娘子，你拒绝了太子妃之位，外面的人不知道说的有多难听。现在我们又被囚禁在揽月阁里，怎么办啊？说来，你觉得以你对我的了解，我该当这个太子妃吗？娘子生平最爱钱，但也爱自由。若是当了太子妃，然后一辈子束缚在这四方四角的天地，定是煎熬的。还是你了解我？那你呢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南州去吗？奴婢是娘子救的，定要誓死追随娘子。好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回去的。我跟你说，这2天我就看看这后院有什么突破口，有什么守卫薄弱的地方。哦，太好了，这里居然有个狗洞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只要再挖开一点，不愁逃不出来了。参见太子妃，谁让你们这么喊的？是姑让他们这么喊的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别走，你们都下去。姑有话要和太子妃聊聊。什么太子妃？我又没有答应你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姑已经想通了，只要你一天不答应我，姑就会日复一日的坚持，总有一天能滴水石穿。皇后有旨。皇后娘娘懿旨：将军嫡女苏氏荣梅，温婉贤淑，特自为太子侧妃，择日入东宫亲此。姑不是跟母后说过，太子妃人选只有姑可以钦定啊？殿下确实说过，太子妃人选需要您亲自点头。可我朝储君选侧妃，向来是不受限制的。皇后娘娘说了，太子妃之位容您再选选。可这侧妃就先为您选好了。太子殿下，恭喜你啊，要去洞房花烛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你就这么希望姑娶苏荣梅？当然希望了。你们恩爱起来，不就没时间盯着我了？太子殿下，我是真心为你的未来打算。苏小姐她才色双全，天生运体，说不定还真能治好你的眼睛。你以为你这么激怒姑，姑就会妥协？小姐，太子殿下人呢？小姐，您为了嫁进东宫，精心准备多年，如今只得了个侧妃之位，连太子殿下面都没见到。现在整个东宫上下都管那个女人叫太子妃呢。母亲早就已经教过我，凡事要沉得住气，要想要一个男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，
首先要斩草除根。那是别人的洞房花烛夜，我们都已经合离那么多年了，在想什么呢？娘子，恕奴婢多嘴，你该不会是缠他身子吧？哪有？我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呢！而且腹肌又不是他一个人有。等我们出去了，我要找8个，不对，10个西域美少年，天天跳脱衣舞给我们看。你想看谁？不要看别人，看看姑。你想看，姑都给你看。这疤是当年你将我治好留下的，月儿，姑的命早就属于你了。谁要看啊？你不是和你的侧妃洞房花烛了吗？你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天下多情，心上多刺，每一根刺上都站着不同的女人，我嫌拥挤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今晚不会有人打扰我们。松开我！看。姑从小就受宫规礼仪约束，饮食起身，审时观政，漏尽不昧，就连生辰日亦不能休息，从不敢行差踏错。每每觉得喘不过气，就会来到这护城河。原来当太子也有这么多的不得已。听说放荷花灯许愿会心想事成，十分灵验。真的有这么灵吗？我也要去放一场。似手似月以你为名，是我的笃定。多想这样每天都能看到你，我半生如履薄冰，唯独在你这里像人行一回。明明我很快就要离开，可为什么会因为他感到难过？这禁锢着我的重重宫闱，何尝不是禁锢他的？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！苏侧妃带着一帮人往揽月阁来了。姐姐这是好雅兴啊，是到日上三竿才行，可真是让妹妹好等啊。谁跟你称姐道妹的？如今你不是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名分，还来找我麻烦？这可是顶级的绿茶，天山名豪。姐姐在市井长大，喝不惯也正常。这是去年的龙井吧？还是次等的？味道都已经开始带霉味儿了。想来应该是收来没舍得喝。这真正的顶级龙井呢，来自于南种，茶香清冽纯粹，我已经喝惯了。你久居深闺没喝过也很正常。你懂什么？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竟敢胡言乱语！我本意是想与姐姐交好，谁想到你竟这般不识抬举。说来，本宫刚刚进来的时候，姐姐还未曾向我行跪拜之礼。小姐，太子殿下确实吩咐过，要把沈小姐当做太子妃，她不必向任何人行礼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主人？下人不懂事，姐姐莫见怪。谁名正言顺，谁才是东宫的女主人。我是玉蝶在侧的侧妃，而你只不过是个登不得台面的脏东西罢了。行，我记住了。苏侧妃，萧侧的贱内，啊不，贱妾。殿下驾到！殿下，姐姐真是太狠毒了！我本意用上好的绿茶与姐姐修好，没想到她
竟然打翻了茶水，烫伤了妾，还得妾身动粗。母亲可是亲自传授我的，柔弱是俘获男人的法宝。没受伤吧？还疼吗？妾身疼。手还疼吗？殿下，明明是他先打的我，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心他呢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我打。我这个人手劲大，打人一定会留下痕迹。你不要冤枉人啊！不知道你手劲大。你要是心疼他，你去看看他。即便是你打的，也无妨。姑说过，以后你就是整个东宫的女主人，惩罚一个下人，何足挂齿。太子哥哥，你们……姑母，那个农家女一直赖在东宫不走，太子殿下的眼睛都粘在她身上了。梅儿就算想体贴太子殿下，梅儿也没有机会见到太子哥哥呀。岂有此理！那有夫之妇居然还不走！姑母，太子殿下喜欢她，梅儿也无计可施。狐媚惑主的妖孽，本宫岂能容他兴风作浪？随儿，不是答应好为师要一起走吗？怎么偷偷要跑？师傅，我还是想亲自救出娘亲。师父问你，若救出你娘亲之后，我们三人一起去江南买条画方。你白天读书，晚上我教你看星象，可好？随儿，你可愿唤我一声爹爹？师傅就是师傅。走，我带你去救出你娘亲。嗯。雪儿，娘亲，江先生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东宫小厨房的伙夫是旧识，便以随儿想长见识为由，求他帮忙让我们混进来的。江先生是和我一起救你出去的。可是我本来已经想好脱身之策，你们好不容易逃出去，为什么又返回来？你把他下在太子的饮食里，他就会昏迷过去，届时东宫必将生乱。我已经打点好了一切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趁乱带随儿一起远走高飞。你要我给萧策下毒？只是迷药而已，还是说你舍不得？有人来了，你们先走。西域，我知我抢不过太子，只能出此下策。他那么在乎你，就算知道是你给他下的毒，也不会责怪你。就算你日后怨我，我也认了。月儿，姑已经找到了城中所有的孩子，全城5至6岁的男童，一共371人，3日内皆会送到东宫偏殿。你到时候亲自去认。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？这几日你就是在干这个？月儿，姑不介意你将他带到东宫抚养，那是你的血脉。可是你是储君，你这么做会遭受非议的。天下人非议又何妨？姑从不负天下人，难道天下人就容不得姑想要唯一的女人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爱屋及乌吗？他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大度。天下辛苦了，我给你熬了汤，你尝尝看。既然是你亲手熬的，那姑便尝尝。只是迷药而已，还是说你舍不得？等一下，我忘了里面没有放盐，你先别喝了。太子殿下，陛下召见您，说有紧急军务要处理。知道了，月儿，你现在肯亲自为姑熬汤，姑甚是开心。等姑回来。小姐，这是……
致命的毒药，江淮锦，想让我杀了小泽。不行，昨日的事我要找江淮锦问个清楚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太子的心尖人啊，沈姐姐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正好，本宫也有件事情想要问沈姐姐，可我没兴趣回答你。本宫丢了一件顶要紧的玉簪，要是寻常之物，丢了也就丢了，没什么好稀奇的。可这玉簪是皇后娘娘赏我的新婚礼，这几日我只来过兰月阁。怎么，这是丢东西碰瓷到我身上了？麻烦姐姐让我进去，只怕是要搜宫。灵芝，给我搜！是，这是我家主子的房间，不能搜。不长眼的东西，还不给我滚开！若兰，让他们搜。这些就是太子殿下赏你的吗？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把姐姐的东西都给弄坏了。娘娘，找到了。姐姐，没想到真的是你拿的。太子殿下平日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呢？你挖好了坑，逼我往里面跳，还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今日太子殿下去了军机处，恐怕没人能救得了你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传家法。我们娘娘可是将军府嫡女，还是一纸亲封的侧妃。她如今偷了皇后娘娘赏的簪子，已经是死罪了。你们还要包庇她吗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们若是不敢动手，那就本宫亲自动手。坏女人，不许你欺负我娘亲！雪儿，哪来的野孩子？雪儿，他刚刚叫你什么？娘亲？原来这就是你那个野种啊！沈西月，你是太子的人，你怎么敢堂而皇之把和野男人苟合的孽种带进东宫？你把太子殿下的脸面置于何地了？苏荣梅，我告诉你，我劝你适可而止。我这个人护短，你要是敢伤害随儿，我把你手剁了喂狗吃。随儿，快走！你们这群饭桶，还愣在这干什么？把他抓起来！皇后娘娘驾到！沈西，这一回我看谁还能救你！妾身拜见皇后娘娘，还请娘娘为妾身做主。本宫一进门就听到这里在吵闹，都在闹什么？姑母来了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姑母，沈氏偷拿了您赐我的新婚礼，人赃并获，所有人都瞧见了，可他偏偏不承认，还动手打了梅儿。沈西月，你简直是胆大妄为，仗着太子喜欢你，就赖在这儿恃宠而骄吗？你们不妨去问问太子，到底是谁让我一直留在这里，又是谁一直在蓄谋挑事？还真是嘴硬，的确该罚。冯德，给本宫掌嘴，打到他认罪为止。婆婆，求求你不要罚我娘亲！你娘亲？你这孩子这脸是怎么回事啊？婆婆，那个女人欺负我娘亲，我阻拦她，她就打我。这孩子对本宫曾经有救命之恩，苏侧妃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打他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野种不是这小贱人和野男人生的吗？婆婆，这就是我娘亲。你就是这孩子的母亲？没错，随儿就是我儿子。皇后娘娘，其实我一直想……罢了，我们走。姑母，此人偷到了御赐之物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呢？糊涂！这沈西月现在是太子心尖上的人，你搓磨他，等侧儿回来，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又何必自取其辱？不如安安分分待在东宫，别总生出这么多事。那孩子明明就是和侧儿小时候生的一模一样，疼不疼？他为什么不肯承认？小少爷，你刚才真勇敢，谢谢你刚才保护娘亲。将来等我长大了，
我要把欺负娘亲的那些坏人都打得落花流水。随儿，你现在已经懂事了，娘亲有必要告诉你你的身世。你的爹爹其实就是东宫太子萧策，你可怨娘亲让你从小没有爹爹。我和娘亲一样，喜欢自由潇洒，行走江湖，不愿意受规矩拘束。好，娘亲答应你，很快我们就可以回南州去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母后突然来到东宫，为何不提前通知一声？你知道今日本宫遇到谁了吗？你还记得当日在郊外救了本宫的那个孩儿吗？那孩子，他不是早就出城去了吗？侧儿，你糊涂啊！你老实告诉母后，5、6年前，你曾经微服私访下江南，曾经遭遇南梁追兵的追击，逃遁那3个月，可否有留下什么风流情事？那孩子约莫5、6岁，长得跟你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，很可能就是你的孩子。你现在没有子嗣，若是能够认下他，就能堵住外面的悠悠众口啊。对了，他唤沈西月为娘亲。什么？侧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本意的确是让我儿子先回去的，没想到他先回来找我了。沈西月，这就是你给姑准备的惊喜。他是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，这是我和我夫君的孩子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他不是你儿子。6年前，你赌气与姑决裂，姑回去找过你多次，皆无所获。难道你那时候就怀着姑的孩子跑了？皇后娘娘驾到！既然不肯承认，那就滴血验亲。是啊，若这小儿当真是太子殿下的孩子，就向姐姐负荆请罪；若不是，姑母此等玷污皇室清誉的女人，应该立刻赶出东宫去。西月她有危险。娘亲，什么是滴血认亲？滴血认亲，便是将2人的血液滴在同一碗水中，若为亲生父子，则血液相融；非亲生父子，则相斥。月儿，为了解除姑心中的疑惑，姑希望你可以一试。糟了，若是让他发现随儿是他亲生血脉，我们必然走不掉了，该怎么办？皇后娘娘，妾身亲自准备了一碗干净的水。是清油，苏若梅竟然偷偷加了清油，极难察觉。既然太子殿下不愿相信，我愿意一试。但是民女有一个条件，若随儿不是您的儿子，还请放我们出东宫。怎么会这样呀？这孩子果真不是太子哥哥的孩子，是外边的野种。姑母，妾身就说，这女人怎么可能会有太子哥哥的血脉？还要谢谢你，在水里加了清油，虽为亲生父子，也不可能相容。确乎不是亲生父子，可为何跟侧儿小时候一模一样？只是民女的夫君长得和太子相似罢了。但是这天下之大，相似之人何其之多，而且民女的夫君其实已经亡故了。原来是寡妇，竟然还敢不知廉耻的勾引太子哥哥。本宫不信，这滴血验亲定有蹊跷。翠翠，重新准备，这一次本宫要亲自盯着。是，不可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儿子的血岂是让你们扎着玩的？母后，既然月儿不愿，就不必勉强了。这结果已经尘埃落定，姑有几句话想问他。随儿真不是姑的孩子，也就是说，当年我离开不久，你又和别的男子成婚，怀了身孕。太子殿下，我混迹市井多年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哪有什么感情？更无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生孩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竟然在瞒我，
难道他刚刚希望雪儿是他的孩子？我是不是太好？罢了，本宫没有孙儿，纵然是一场误会，也跟这孩子有缘。此事就此作罢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女人呢？太子哥哥，滚！都给我滚！你为什么还不放我走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你走了？你言而无信！你明明默许过要放我走的。月儿，你可知刚才姑有多失落？那种从希望到失望的感觉。唯一庆幸的是你的父君已经死了，而死人是抢了过活人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求着一个有妇之夫和他的孩子，你还要不要颜面了？颜面？这6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失去你的痛苦中，这点颜面又算什么？姑是太子，这天下未来都是姑的，包括你。过2日，中秋宫宴，你陪姑前去，以太子妃的身份。小乔，你简直油盐不进！娘亲，我想出去玩。好，你去吧，但是千万不要迷路了。嗯。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她还没有来，我先出去透透气。不许去，休想耍什么诡计！云瑶，太子身边的女子怎么这么像我故去的夫人？难道？可云瑶和女儿明明已经死了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刺客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娘娘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自然，只要杀了这小儿，那贱人一定会和太子哥哥决裂。到时候，我就是这东宫唯一的女主人。皇后娘娘到！都平身吧。今日是家宴，诸位随意即可。哎，怎么没见到聪明伶俐的小随儿呢？随儿她不见了。这皇宫这么大，她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她迷路，我去找找她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小心！是太子。有刺客，出驾！太子遇刺了！什么？走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乔，你没事吧？美人叔叔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是我最爱女人的亲子，姑岂能不救你？小乔，看来肯定是得手。那小儿一死，沈西月必定伤心欲绝。怎么会这样呀？怎么会这样？哟，这御花园这么热闹，这是怎么了？侧妃娘娘不好了，太子殿下遇刺了！你说什么？遇刺的是太子？你说什么？遇刺的是太子？快传太医！侧儿，我的侧儿，到底是谁敢如此胆大包天，敢在皇宫里行刺储君？
皇后娘娘，恕奴才迟疑。这皇宫禁卫森严，此子孤身闯入，必有内应。给本宫查！敢行刺太子，本宫定叫他碎尸万段！是。乔儿，你醒醒！这剑上涂有剧毒，幸好这几日已喝下解药。太子殿下身体余毒已清，如果能醒，这就便好了。谢谢太医。娘子，你已经3天3夜没有休息了，要不你还是去歇会儿，奴婢替你照顾着。不用了，我要亲自守着他。你终于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中了箭伤？那箭有毒，而且距离心脏只有1寸，差一点你就会没命了。姑没事，幸亏这是孤中箭了。若是随儿有事，你一定会伤心的。难道你出事我就不伤心吗？乍风中续弦暖，轻舟虽未过重山。天已昏暗，不如闲，再歇一晚。我要跟在长路不是不行了吗？是谁跟你说过不行了？你是不是想试试？扬起多少梦在心上。娘娘，那刺客是老夫人送给您的死士，已经在天牢中自尽了。幸好那刺客已经死了，死人的嘴才是最严实的。那个狐媚女人，看来只能本宫亲手除了她。灵芝，你之前说看到个家丁鬼鬼祟祟的，底细查到了吗？是，那男人叫江怀景，潜入东宫的目的是为了带沈西月回乡成妻。哦，原来是老相好啊，那就把他带上了。是。江怀景，你喜欢太子的女人，可知这是死罪？呸！你个毒妇，总是害西月于险境，休想违行！别着急拒绝本宫，我知道你最想要什么，不如你帮江怀景约我去柴房相见。娘子，奴婢瞧见江怀景曾出入苏侧妃的喜绿轩，你还要去见他吗？见。江先生所为何事？西月，我知道上次让你给太子下药，你没有忍心。这次我灌醉了偏门侍卫，这是大好的机会，我们走吧。江先生，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带随儿出逃，但是我绝不可能和你一起私奔。你快走吧。到底是你不想和我一起走，还是对太子动了心不想走？既然相忘有情，深你无梦，喝了这杯践行酒我就走。从此以后，不再纠缠沈姑娘，望沈姑娘保重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已经得手。灵芝，你去门口等着太子，告发此事。是。沈西月啊，沈西月，太子哥哥就要回来了，
这一次，你就等着秽乱宫闱被处死吧。让你陷害人家娘子！嘿，太子殿下，您终于回来了。什么事？奴婢看到沈姑娘悄悄去了柴房，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你瞎说！我家主子才不是这样的人呢！奴婢不敢胡言。那外男叫江怀景，沈姑娘和他是同乡，暗中潜入东宫，苟且已久。此刻二人还在柴房，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呢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家主子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谁知道呢？或许你们家主子就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本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寡妇，哪里比得上我们家小姐清清白白？你若敢撒谎，或者是故意陷害月儿，这条命就别想再要了。奴婢不敢撒谎，太子殿下，奴婢愿意性命担保。太子殿下，您看，奴婢没有撒谎。小姐，哟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呀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否则我应该在哪里啊？江先生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先去关门。果然是要给我挖坑，还好我把酒杯换过来。还好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奴婢也不知道。苏侧妃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太子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一定是他蓄谋陷害我。太子殿下，这江怀瑾和这沈西月是同乡，他们两个才是勾结已久的呀，你不能被他们蒙蔽了，梅儿才是被冤枉的。江先生，你怎么说？西月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听信了苏侧妃的话，对不起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。苏荣梅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没有见过他，但是你却知道我和江怀瑾是同乡，连底细都查得清清楚楚了。苏侧妃说，太子殿下喜欢你，就算你真的有什么，最多也就是把你放回本家。苏侧妃她会安排好一切，成全我。所以你就可以毁了我的清誉，好成全我和你在一起。我这个人心眼子小，睚眦必报，但凡背叛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们。西月，来人，把他们拉下去，押入铺室，等候发落。太子哥哥，我是被冤枉的，太子哥哥，太子。侧儿，本宫一大早就听说梅儿出事了，特地赶过来看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禀皇后娘娘，苏侧妃在柴房与伙夫私通，被太子殿下当场抓了个现行。带上来。亏得本宫如此宠爱你，你竟做出此等有损皇家颜面的丑事！把这个贱奴给本宫废了，发配边疆充军。姑母，我是冤枉的。姑母，我只是想要沈西月离开东宫，不，一定是那个女人陷害我的。终于敢承认了，就是你故意让江怀瑾给我下药，结果却自食其果，简直可笑。是要怎么样？我就是恨毒了你，凭什么你一来，太子的眼里就只有你？我就是要你身败名裂，滚出东宫！纵然没有月儿，你以为姑就会对你动真心？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。太子哥哥，梅儿对您是真心的呀。姑此生绝不纳妾，只有月儿一个太子妃，一生一世，一双人。
侧儿，母后，孤心意已决。若东宫真的缺一个女主人，那就非月儿不可。凭什么你要夺走我的一切？这本来就是我该拥有的，都是因为你，我要杀了你！月儿，月儿，你没事吧？娘亲，是慕容姨娘，是她害死了你和肚子里的妹妹。我要告诉爹爹。夫人交代，陈将军没回来，赶紧下葬，连同这个小贱种一起埋了。把这疯妇给我拖下去！我没事，我只是有点晕。刚刚那是我儿时的记忆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听说那个坏女人又欺负你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说来，我今日好像又多了一段记忆。娘子，您是还不舒服吗？奴婢这就去禀告太子殿下，让他请太医过来看看。不，这是我无数次在噩梦中梦过的场面，可这次被撞，这段记忆好像突然变得格外的清晰。这些年，每当我想起这段记忆，就心痛无比，无法呼吸。娘亲，你总说你记不起小时候的事情，这次是能想起来了吗？我自幼流落在无异乡，是街巷们的邻居们将我养大。可我的真实身世，是我一直想要解开的疑惑。孙父，我们是时候离开了。月儿，月儿，孤已经将苏氏贬为庶人，终身不得踏入宫禁。他不会再碍我们的眼，孤没有食言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孤许给你，至死也不会背叛誓言。这一次，你不要再拒绝孤了，好不好？太子殿下，陛下召见您，说有西北紧急军务。孤会去求父皇答应，赐我们成婚。孤处理完政务，就回来陪你。这个送给你。这是鸳鸯，还是鸭子浮水？这是我现学的，绣了好几天呢，你不要还给我。既然都给了孤，孤就一辈子贴身带着。娘亲，我们真的要离开爹爹吗？以后再也看不到爹爹了吗？雪儿，娘亲受不得束缚，断断不能在这宫墙中困囿一生。你能理解娘亲吗？虽然我很喜欢爹爹，但我更爱娘亲。娘亲去哪我去哪。食谱都准备好了吗？都按照您的吩咐放好了，保证天衣无缝。所有人都会觉得这只是一场失火而已。我筹谋数日，只有今日东宫守卫最为松懈，这是我们能够逃离东宫唯一的办法了。你们先走。不好了，蓝月阁走水了，快来救火呀！小草，原谅我，又骗了你。我不能与你在一起，我身上背负了太多秘密，一定要亲自查明真相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蓝月阁走水了，申姑娘和小公子都困在里面了。什么？快去救人！是。殿下姐，火势已经扑灭，可是里面的人都已经烧成灰了。什么？殿下，人死不能复生。
派人去查验一下。我不相信月儿会死。是。快看看，是不是？这里的尸骨大部分都已经化成灰了，你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殿下，不对啊，这骨灰好像有问题啊。殿下，这骨灰好像有些不同寻常啊。此话怎讲？殿下，微臣一直不敢确定，容我再确认一下。劳烦金大人派人去寻一寻，有没有其他部位？找到了，太子殿下，属下好像找到沈姑娘的头了。这分明是牛头骨啊！殿下，哎，怎么可能？沈姑娘怎么会是牛头人？这的确并非人骨，反而在地上发现了助人的灵粉，这绝非天灾或意外失火，怕是有人有意纵火逃遁的。你的意思是月儿她自己纵的火，然后金蝉脱壳？报，殿下，东宫库房里库银失窃了。我就知道，她这么贪生怕死，怎么会自焚呢？她还活着，她一定还活着。月儿，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哪怕踏遍山河，我也一定会把你找到。说来，你是怎么放的那些牛骨？奴婢就是从屠户那里买了3副牛骨里的骨头，住在那床底下了。连切都没有切碎，一整块的。算了，反正逃都已经逃出来了。雪儿，这是娘在黑市里买的烟花弹，你遇到危险的话，立刻就拉响，娘立刻就会来救你。娘子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说来，你先带雪儿去京郊找一个客栈躲起来，我先要去将军府一趟。好，走吧，走。我马上回来。皇后娘娘懿旨：今有太子侧妃苏氏恃宠妄行，行为乖张，着贬为庶人。其本家教女无方，亦有失察之责。着苏门家主严加管束，闭门自省。钦此。罪臣苏护携家眷领旨，谢主隆恩。你呀，被东宫赶了出来，苏家的颜面被你丢尽了，哪还会有达官显贵的子弟愿意娶你？爹，女儿这次被奸人所害，若此事成了，兴许我现在已经是太子妃了。你，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逆女啊？没错，就是这。若是你姐姐还活着，岂会这般无礼？云瑶也不会教出你这样的逆女。好啊你，那你就守着你的王妻和女儿的灵位过吧。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东宫走水了。什么？太子殿下带回来那个姑娘，还有那个孩子，都被烧死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太子殿下他疯了。真是天道有轮回啊！没想到那个贱人竟然被烧死了。我落得如此下场，他和那个野种也休想好过。让我说，贱人就是有贱命，自有天收。原来我真的是苏家嫡女，当初就是慕容锦杀害了我母亲，
杀我夺位，还将我活埋，我一定要把这一笔账算清楚。他真的就是我爹？云瑶，若当年出征能早归一日，或许还能见你最后一面。可惜造化弄人，连咱们的女儿也走丢了。现在装出一副深情模样，当年怎么会在娘亲有孕的时候纳妾，又怎会纵容宠妾灭妻？小姐，今日是先夫人的忌日，夫人每年都会偷偷请法师做法事，防止怨灵缠身。今年是否依旧如常？做，当然要做。无论加多少钱，都要让那个女人永世不得超生，真是阴魂不散。灵芝，待会儿等父亲走后，去把云瑶的牌位给我毁了。是。一定要想办法找出证据，让他们认罪。他们如此频繁的做法事，想必应该是做了亏心事。怕鬼事。沈西月，你没死啊？是啊，我没死。很惊讶吗？你居然故意装死，惹太子殿下更在乎你，果然是出身市井的东西，真是下贱！我要去告诉小姐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这是定身诀，没有一时半刻是解不开的。等到时候，我的事也该办完了。来人呐！这么吵，把哑诀也给你点了。苏荣梅，你抢走了我的人生，你的母亲害死了我娘亲，你好好给我看着，我是如何夺回本身属于我的东西的。什么？难道她就是夫人当年封死在关里的大小姐？小姐让我们来拿这香炉，是要祭祀谁呀？听说是被毒害的先夫人。咱们这个夫人一直心绪难安，特别是到了先夫人的忌日，就夜不能寐，所以才请人偷偷做法事。这么可怕！一定要管住自己嘴巴。这是鸳鸯，还是鸭子浮水？这是我现学的，绣了好几天了，你不要还给我。既然都给了姑，姑就一辈子贴身带着。太子殿下，锦衣卫找到沈姑娘的踪迹了。在哪儿？在皇后娘娘的遗址宣道将军府时，在人群里发现了沈姑娘的身影。将军府，姑立刻去。真晦气！你是你是人是鬼？我是谁？我的娘是云瑶，我应该问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鬼啊！你怎么那么像云瑶？是不是云瑶的女儿回来索命了？算算时间，苏护应该快下朝回来了。说，你都做过些什么？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夫人指使我活埋了你，我也不知道你还活着呀！还敢撒谎！我说，是因为你看见了夫人毒死了云瑶，
夫人怕你告诉老爷，所以才指使我活埋了你。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竟然是你！老爷，我是冤枉的。居然是你们害的！云瑶和我的女儿，我是冤枉的，都是那个贱人，他和我说的。老爷，我是冤枉的。爹，姐姐明明已经死了，而且当年您寻了她那么久，不都没找到吗？这个女人一定是赝品。爹，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个胆大妄为的赝品撵出去！月儿，她果然还活着。这梅花太极是瑶瑶出生时自带的。当时我被封在关中，几乎窒息，是暴雨冲毁了棺木，我才侥幸逃了出来，又被人牙子四处贩卖。后来是无一巷的百姓把我救了出来。这些年我渴望有亲人，所以才和男人结婚生子，可我从未有过成婚的想法。我厌恶男人三妻四妾，是害怕落得像娘一样的下场。我的女儿，你真的是瑶瑶。其实，从公园上见过你的第一面，我就觉得你像极了云瑶。没想到你真的是云瑶的女儿，我苦苦寻找了你15年呢。这毒妇慕容锦，今日我就休她主妇，永世不得归宋。爹，不可以！娘现在还身患重病，而且她为您操持周奎整整20年，您不能这么对她呀！苏瑶瑶，你客死亲娘，是天煞孤星，你的儿子也是野种，你们都得死！好冤！太子殿下到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你刚才说谁是野种？小策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月儿，你把姑骗得好苦啊！臣参见太子殿下，不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。苏护，你夫人如此歹毒，竟敢谋害先夫人和姑的太子妃。如果只是休妻的话，未免太便宜她了。太子妃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你舍不得责罚她，那姑就替你好好清理门户。月儿，你想如何处置？既然是家事，那就传家吧。先抽这些100遍，以为娘的在天之灵。老爷！月儿，你愿意认他吗？他虽说是我名义上的父亲，但是20年，他从未尽过父亲的责任，而且我对他更是没有感情。这一声爹爹，我喊不出来。你们苏家亏欠月儿太多，需归还20年来月儿所失去的一切，这整个将军府就都给月儿了。苏护，你一叶障目，听信季氏谗言，害发妻惨死，朝三暮四也是帮凶，孤会禀告父皇，贬你为城门看守，你可认罪？罪臣谢太子殿下隆恩。月儿，你还想骗姑，躲着姑吗？姑已经知道了，随儿就是我的孩子。你胡说什么？随儿和我长得这么像，你真以为我这么好骗吗？你还到处跟别人说姑掉进沟里摔死了。月儿，你终于肯承认了。滴血验亲的时候，我就怀疑那水有问题，但你不愿再验第2遍，姑没有勉强你。如今你恢复了身份，这将军府以后就是你的私产。我不想改姓，这名字是无一巷的百姓们起早贪黑给我取的。好，就把这将军府改名为神府，以后你单开一次族谱。等等，还有一个人。
太子哥哥，姑从没把你当成过侧妃，也没有把你当成过表妹。于姑而言，从前你只是个陌生人，如今你处心积虑谋害月儿，就是姑无共戴天的仇人。太子哥哥，您不能对梅儿如此狠心啊！不好，雪儿有危险！雪儿，说来，娘子，都怪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照顾好小少爷。大胆反贼，还不放人！我们在京城蛰伏这么久，今天终于让我们逮到时机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个小儿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若敢伤他分毫，吾必将你刮成白骨，悬于南梁边境示众。放下武器，交出城防图，否则我就杀了他！不要动他！说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有话好好说。想捕他，除非交换人质，你自己选，是要美人，还是要这小儿？好，我来跟你们换。不要动他，把他还有若兰都给我放下。娘亲，你不要怕他，雪儿不怕死，你不要换过来。呸！你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有本事就冲我来啊！你敢打他？姑这一生，除了一人，从无人能叫姑妥协。娘亲，姑的女人也敢碰？殿下，细佐身上搜出南梁令牌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所有出京要道，一寸一寸给姑搜。就算是挖地3尺，也务必将太子妃毫发无损的带回来。属下遵命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？你中了我的软骨散，你当然没有力气。都说这太子妃倾城绝色，这太子捧在手心里，怕掉了；含在嘴里，他怕化了。这脸蛋儿，这身段儿，能在死之前尝一尝太子妃的滋味儿，这怎么算也够本了吧？你若是敢碰我，小强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又怎么样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今天就用你这个太子妃来好好羞辱羞辱那高高在上的太子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姑来了。虽然现在很安全，我来带你回家。殿下，现在是否杀了他？姑说过，胆敢动姑的女人，一定将你千刀万剐。说，南梁在京城还有几个窝点？别看，月儿，我们走。你怎么了，月儿？腿软。你怕姑吗？杀伐果断是帝王之术，姑不想你看到这样。娘亲，爹爹真的把你救出来了，爹爹是大英雄。你个调皮鬼，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你爹爹了？月儿，你就跟我回去吧，我很喜欢穗儿。这些年是我亏欠了你们，你们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加倍补偿你们。娘亲，爹爹救了我们2次，他对你是真心的。
娘亲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什么？那孩子当真是侧儿的孩子？哎呀，本宫就说这孩子长得跟你小时候是一模一样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？母后，如今随儿已经认祖归宗，以后江山后继有人，您就可以安心了。那日滴血认亲，你们的血为何没有相融？当初是那苏荣梅将清油放在了碗里，所以使得我们的血不能相融。这你都发现了？母后，月儿孤身一人，为孤生下长子，孤亏欠他太多，更在他有孕时未能在他身边，尽为人父的责任，孤深感愧疚。所以母后，孤已经决定立月儿为太子妃，从此不再纳妾。好吧，看在他给你生了这么可爱的儿子份上，本宫就答应吧。月儿，以后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，你也不许再抛下我。臣等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陛下忙于朝政，今日就由本宫来向诸位宣布这个好消息：太子有后了。啊，这真的吗？太子殿下到。随儿是孤的亲子，先前是流落民间，由太子妃独自抚养。殿下不是绝嗣吗？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儿子？错不了，这孩子长得跟太子殿下一模一样，绝对是太子殿下的亲生骨肉。看来这传言太子殿下不近女色是谣传啊，不攻自破。恭贺太子殿下喜得灵儿。月儿，过几日就是册封典礼了，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嫁给孤了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？完了，我居然有孕了！难道就是那个晚上？你不是不行了吗？是谁跟你说孤不行了？你是不是想试试？可是这岂不是意味着我将永困深宫，我的孩子将永远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？不行，我不能当这个太子妃。没事儿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月儿，你为什么一直躲着孤？别以为孤看不穿你的心思，你是不是又想骗孤，离开孤？为什么和随儿留下来，让你们陪在孤的身边，就这么让你痛苦吗？我和随儿在南州时，他会帮我卖茶叶，会一起去瓦寺里面看表演，游山玩水，可不快活。随儿的性子天生受不得束缚，恐怕继承不了你的厚望。我只希望他可以快乐。可萧策，随儿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处处遇到危险。你可以确保每一次都保护住他吗？我不希望他会遇到危险，但是我也不希望伤害你。我发誓，一定会用尽生命来保护好你们。沈西月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你看看孤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孤明日再来。沈西月，孤的这里，从始至终，都只为你一人跳动。该死，他真是个妖孽，总是动摇我的心。小殿下，你慢一点。随儿，
你喜欢爹爹吗？爹爹是个文武双全的大英雄，我当然喜欢。那你觉得大英雄能抱得美人归吗？虽然不懂。娘亲好像不喜欢爹爹，爹爹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觉得呢？我也希望娘亲和爹爹能在一起。报！紧急军报，殿下，南梁敌军屡次犯我西南边疆，边民苦不堪言。南梁之前派人暗杀姑，此为其一；害我妻儿身陷险境，此为其二。这笔账，姑必须亲自跟他们算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太子妃她带着小皇孙出宫了。月儿，姑知道该怎么解决你心中的担忧了。殿下，您这是打算？姑要去禀告父皇，亲征南梁。娘亲，我们走之后，爹爹发现空无一人，应该会难过吧？难过吗？或许会有一点吧，但是在宫中，奉承你爹爹的人趋之若鹜，所以不必担心他。太子殿下要是出征回来，发现您不在，肯定很着急，会来寻你的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太子殿下讨伐南梁大捷，马上就要班师回朝了。殿下虽然打了胜仗，可在南梁战场上受了重伤，只吊着最后一口气，连回京都是在马背上被驮回来的。唉，太子殿下这也太惨了吧！之前御赐本来就体虚，现在又快不行了，不仅无妻，身后又无人继承，日后啊，只能当个孤魂野鬼。娘亲，爹爹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爹他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他当初遇刺也是为了救我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我倒要看看是真是假。萧策他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轻易中招？太医，太子怎么样了？太子高烧不退，一直不省人事。若明日再不醒来，怕是回天乏术。策儿，连皇后都来了，看来是真的了。不肯混过一面，雨花线上浮沉悲欢都笑纳。萧策，你不是一直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吗？其实我一直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。我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如果你非要死，死就好了，我就让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随便找个人认爹去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姑死，那姑便不死了。萧策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骗我！你骗了姑这么多次，总该姑骗你一次吧？月儿别走，我知道你是喜欢姑的，留下来好吗？我们一起等着孩子出生，让我弥补我该有的责任。其实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儿时曾经被关在棺材里，最害怕就是幽闭的环境。如若待在这四角四方的牢笼里，我怕。而且你是太子，肯定会有三宫六院的。姑发誓，绝对不会再束缚你。月儿，这是姑的令牌，这天下你都可以畅行无阻。姑此生绝对不会有三宫六院，有你一人便足矣。你可以用余生慢慢检验。那还是要看你表现的，否则我有的是逃走的办法。月儿，你终于答应姑了。好，恭喜啊！恭喜
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老板娘，这东宫绿当真是太子殿下喝过的绿茶？那当然了，太子喝过的茶叶，宫廷御业，属假包换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派人传话，问您何时回京。孤已经下了令，与太子妃每年巡游3个月，游山玩水。我再要5包。来一包，谢谢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托你的鸿福，我要发财了。月儿，你永远是自由的，宫墙束缚不住你，孤也束缚不住你，你只属于你自己，而孤只属于你。